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洛克人7代。本作出品在了超人平台，所以画面真的好了很多。开场呢，威利博士又来搞事情，所以说咱们要去抓住他，强行让他拜年。那开场呢是一个序章，这个序章主要就是为了让玩家熟悉一下操作。另外，毕竟游戏的平台换了，那游戏增加了很多剧情上的交代。其实开场的时候有一个接近2分钟的剧情，我都已经给剪掉了，不然这款游戏如果想整体完全的通一遍的话，大概2个小时左右。BOSS 是一个小 BOSS 压路机，迪奥直呼内行啊。那他是有攻击死角的，就在他的大轮子的前方。他都没有血条，所以说顶多算是一个精英怪吧。好，这里的人物弗鲁迪，那上来呢他就攻击洛克人，这个和他对射吧，拼刺刀，他也没有血条，所以说这里他不应该算是 BOSS， 算是一个剧情吧。因为如果咱们的血量低到一定程度，他就不和咱们交战了，直接就走了。好的，开始游戏的正片，咱们先来打这个冰冻人。前2天给大家录制街机版的洛克人力量对决的时候，咱们打过他，但是超人版本这里它是非常难的。这个熊我就直接撞过去了，因为血量实在是太厚了。那本作有滑铲和蓄力攻击，但是这个蓄力攻击呢，攻击力还是很弱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为什么要撞过去啊？你看打一个熊打这么久。蓄力攻击打 BOSS 呢只有2滴血，这个我感觉是变弱了吧。另外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游戏为什么现在流程这么长了呢？你看刚刚咱们玩了一个序章，其实不只有序章啊，中间甚至还会有一些特殊的关卡。另外游戏还有大量的剧情交代以及收集要素，甚至还有分支剧情。所以说游戏的内容变得多了，流程呢也是长了很多很多。我记得洛克人1代的时候大概20分钟左右，那通关了。这里用了一下弹簧狗，咱们开始收集。这是一个字母，字母的话咱们要拼成一个 rush。把字母收集之后，会得到狗子的一个能力，就是人狗合体。这里我选择走的是上路，要多用到狗子的能力。好的，又拿到了一个狗子的能力，这是挖掘狗，它可以挖掘到场景里的特殊的道具。本作的流程啊，毕竟是比较长，所以说我基本上呢给大家展示一个主线的流程，所有的关卡。另外呢，收集其所有的能力相关的一些道具啊，像是一些 E 罐、什么 M 罐之类的，咱们就算了啊。好，在这里把挖掘狗召唤出来啊，让它闻一闻，然后呢，它就开始挖。这个道具是返回道具。可以在关卡流程的任意阶段返回关卡选择的界面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你必须把这关攻略一次之后，然后呢你再次进入才能用这个道具返回去。有小伙伴问这有什么意义啊？当然有意义，因为很多关卡呢是有分支的，另外呢还有收集要素，甚至后面呢还会刷东西，所以说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。大家注意这个 BOSS 啊，动作非常的多，攻击方式多样，并且呢 AI 也变高了。比如开场的时候我没动，那他就使用了一个挑衅的动作。毕竟咱们是开场的起手怪，咱们没有能力克制他，所以说就只能和他硬刚了，通过不断的走位还有操作和他打架。这个 BOSS 的难度应该是我这期视频里面最高的一个了。那他为什么展现出了这么多的攻击的手段呢？这个和本作的系统有关系。
本作如果你使用属性相克压制 BOSS 的话，那 BOSS 每次被你的克制属性击中之后，他都会从他的套路第一下开始起手。咱们毕竟没有克制他的手段，所以说他会把自己所有的攻击手段都施展出来。这也是为什么这关比较难，大家可能刚刚看这个流程也能够体会到。好的，拿到了冻结人的能力。其实呢，每次打完 BOSS 之后，那回到剧情场景都会有一个 NPC 来给你花大概30秒解读这个能力。那第二个人呢，咱们来打泡泡的人，爆弹人反正他的泡泡就是能爆炸。看背景是一个实验室，有大的烧瓶。其实高手的话，人家都是踩着炸弹，要爆炸的时候再跳起来。那我没有这种自信，所以我就躲下来了。往下跳，这里躲一下。那有一个异罐，不拿了。异罐主要就是增加玩家的容错率。但是这关来说，异罐意义不大，因为本关的难点就体现在这些尖刺上。那大家也知道，洛克人系列的尖刺秒杀，你有100个异罐也没用，扎一下就没了。来看这个安全帽，它变成还能游，带了2个小翅膀。水里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！这有一个小 boss， 这个小 boss 的攻击呢，能够通过跳跃来躲避，但是不要跳得太高。你如果按住跳不松手的话，那头会撞到上面的尖刺，秒杀掉。这小 boss 攻击手段也很多，还有冲撞，撞完了还能回来。可惜啊，他把最脆弱的部位暴露给了我，那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啊！抓住了他的弱点，把所有的能量射向了他，他就爆了。这个红色的道具啊，它是恢复你的副武器的能量条的。这个液体是紫色的呀。这个地方可以用狗子，用弹簧狗，但是咱们还是等这个水吧。我已经懒得切换了。那其实是这样，因为毕竟出在了超人平台，超人平台的手柄的按键大家也知道有6个 ，A、B、X、Y 和左右，所以说在使用副武器的时候可以通过按键来切换，就不用进菜单了。但是狗子的话，还是需要进菜单来切的。那切完之后呢，在游戏界面你就能把它再切回来。一会儿进 BOSS 战的时候，咱们还是演示一下手动切能力。下一关呢，再开始自动。好，又拿到了一个字母。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，不要急。尖刺是秒杀的，这个玩过洛克人系列的玩家应该对尖刺都有一些深深的恐惧。把这个小安全帽干掉。绕过来，那个血不吃了。炸我就炸了，我认了，只要不落到尖刺上，炸多少下都没关系啊。毕竟咱们已经有了克制 BOSS 的手段，BOSS 战就变得简单多了。好，咱们把这个能力掏出来。泡泡人打他也是有套路的，这个套路呢是我怎么说呢，算是独立研发吧，就是比较简单。好，操作呢就如下，没有太多的跳跃、走位、滑铲都没有，仅仅是你每次跳一个他的泡泡，然后向他发射一个冰冻就完事儿，所以这个套路还是值得推广。
这样咱们又拿到了泡泡炸弹。下一个咱们打云朵人，你不能管他叫雷电人，虽然他是使用雷电攻击的，因为1代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雷电人了。蓄力攻击这一下好华丽啊，浑身都闪光，而且这个闪光效果红白机肯定是做不到啊。这是晴天娃娃，那晴天娃娃有什么作用呢？咱们攻击它一下就开始下雨，然后呢，如果你使用冰冻攻击的话，就会变成下雪。变成下雪之后呢，本关的一个分支道路你就能看见了，就可以去拿了。所以说能力甚至还涉及到一些分支，那关卡的攻略的流程就要很讲究了。拿到了冰冻之后，咱们再来这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下面的云是不能踩的，它只是一张贴图而已。咱们还是要占据这种平台。看着这个风车，我想起了螺旋桨人，那个 BOSS 还是挺难打。好，现在的道路呢就冻结了，这样咱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。又出现了扔蛋的这个鸟。那这个鸟呢，换了平台之后，它这个蛋更狠了，能爆出的鸟更多了。来一个弹簧狗，上来这有个奖命，咱们离这个奖命呢一步之遥，所以说还是拿了。又拿到一个字母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！出来8只鸟，好像密密麻麻呀。这个怪呢，到了超人平台，大家注意，它已经和布鲁斯的形象区别很大了。好，在楼梯上续了他一发。这种履带怪，你最好打他上半身。因为你打他下半身的话，他头还会出去，然后飞着再来撞你。好，这个地点呢，咱们见到了布鲁斯啊，听口哨声就知道是他了。他会给咱们一些提示，那整个流程当中呢，咱们要见他3次，他才会给咱们一个道具，应该是他的盾。所以说这种地方该走还是要走啊。离 BOSS 不远了啊，给了个奖命。奖命对我没有用啊。哦，这个怪非常讨厌。你看啊，它前面呢是吸你，一会儿它掉过来呢还会吹你，所以你要弄清楚它是想吹你还是想吸你。这个怪好污啊。好的 ，BOSS 战了。BOSS 战，咱们把泡泡炸弹掏出来，上去打他，注意打他的时机，飘到最高处，掉下来了，再来一下，这样如此往复，他就没了。所以说，洛克人7代的 BOSS 还是非常难打，简直太难打了。你可以一边喝着茶一边打，再来一下，完事儿。只要你有克制手段，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操作、走位、套路等等，BOSS 一般来说威胁不大。除了咱们起手的那个冻结人，那个货是真的难。拿到了雷电。还剩下一个垃圾人啊，这是真的渣男，纯渣男。大家注意他这个场景背景里边有大家熟悉的东西，看任天堂的 FC 游戏机啊，后面好多。
那为什么扔到垃圾场了呢？因为现在已经是超人的年代。刚刚打掉的那个小建筑是蟑螂窝，看这个蟑螂，一看就是南方的，很大，而且呢，这个货还会飞。啊，我是北方人，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，比人都大。飞行的安全帽。好，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分支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分支。想要进这个分支呢，最好是你已经通关了一次之后，通过了这关已经打过了，再回来用冻结能力把这个岩浆冻结，然后呢才能拿到这个字母。好，这样前4关的字母应该收集齐了，收集了一个 rush， 然后使用关卡返回器。但是要注意啊，实际上使用关卡返回器呢，咱们是要打完 BOSS。为了演示方便，我给它剪辑到了这里，但实际上呢，我是后面又单独来了一次才进行的收集，这个大家注意一下。而且它算一个分支了，它一会儿的出口呢是不走这里的路线的，这里咱们还要拿到一个道具的。把狗掏出来了，就是它，这是飞天狗，让狗能飞行。一会儿咱们要用到这个能力，不用也可以，但用到的话会简单一点啊。这里直接就过去吧。这个垃圾蛇太长了，等它爬完要很长时间。好，直接走过来。刚刚如果拿那个字母的话，就从右方那个楼梯出来，它是一个分。我的天，我把飞天狗扔到坑里了是吗？这狗子表示我不是人，你是真的狗啊！啊，操作失误，年纪大了，手抖，大家体谅一下。这个手抖啊，尤其是我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一起抖得厉害。好的 ，BOSS 战，咱们把雷电的能力拿出来，来吧，收拾渣男。这洛克人不合理啊！你渣男收拾，暖男他也收拾了，是吧？好，垃圾人的打法就完美的诠释了为什么要使用克制攻击。使用克制攻击的话，他每次只出他的第一个攻击方式，这样就打完了。一个滑铲，一个攻击，一个滑铲，一个攻击。哦，这个操作要比打雷电人要繁琐。雷电人呢是跳起来攻击一下，跳起来攻击一下，这个是滑铲攻击一下。好的，拿到了渣男的能力。哇，不是啊，这不是我的人设，知道吗？好的，拿完了4个能力之后，那进入了一个特别的关卡。菲利博士抢劫了这个博物馆，这个博物馆就是咱们之前击败的那些敌人了。那他抓走的是谁呢？抓走的是大力人。这个不能忍啊！不客气的说，大力是我的啊，狗子是我的。好，但是呢，他也很良心，给咱们扔了一个小丑，提醒咱们，小丑竟是我自己啊！小丑的弱点就是这个头，咱们用炸弹来炸吧，你不用管他的身体，和他拼就完事儿了。好，打完。那这样呢，游戏的第1个阶段就算是结束了。整体流程还是比较长，我估计会分3期给大家录制。那好吧，今天时间也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